1900块，这是一个女人每个月付出去的房租。她已经结婚了，有家也有房子，但她在离家不远的地方，另外租了一个很小的住处，这笔钱大约占她收入的1/6。据一篇特稿报道，她的丈夫在她搬走之后，周末会过来帮她安置家具。同一篇报道里还有另一个人，她搬进了单位宿舍。报道说，她的丈夫在那之后立场和态度都端正起来。先把这2件事放在这儿，我不解释，我只想请你注意一件事。同样的诉求在家里提的时候，报道里没有记下什么变化，搬出去之后，报道记下了变化。同样的话，换个地方谈就有分量了。为什么？1970年，一个叫阿尔伯特·赫希曼的经济学家写了一本很薄的书，叫《退出、呼吁与忠诚》。他想解决的问题很简单，当一个组织开始变糟，里面的人能做什么？他说，只有2件事，要么走，要么谈。走，他叫退出；谈，他叫呼吁。在这本书的第34页，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当退出这个选项不存在的时候，呼吁就是唯一的办法。然后他举了3个例子：家庭、国家、教会。到第77页，他说得更直白，从家庭、部族、教会、国家这类最原始的人类群体里退出，通常是不可想象的，尽管并非总是完全不可能。赫希曼自己留了后面这半句，这条片子讲的就是这半句。在往下讲之前，得先说清楚他们在谈的是什么，不是抽象的家庭地位，而是一个可以用分钟数出来的东西。第4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，以2020年7月1日为调查时点，回收了3万份有效个人问卷。他给出的数字是，已婚女性平均每天的家务劳动时间120分钟，女性平均每天用于照料、辅导、接送孩子和照料老人、病人等家人的时间136分钟。在业女性工作日的平均总劳动时间649分钟，其中有酬劳动495分钟，照料家庭成员加上做饭、清洁、日常采购这些家务154分钟。调查报告里对最后这个数字加了一句话，我照原文念，约为男性的2倍。再看一组更新的数据，国家统计局第3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，2024年5月现场调查，在无酬劳动这个领域，参与者每天平均花2小时45分钟，其中男性1小时52分钟，女性3小时29分钟。所以这场谈判的标的物是每天2-3个小时，它不会出现在任何一张工资条上，但它每天都在被分配。我们先不进婚姻，先讲一个更好懂的场景。你在一家公司上班，觉得流程有问题，你去提意见，要花时间，要挑场合，要承担被人记住的风险，而且提了不一定有用。这就是赫希曼说的呼吁。他在第31页有一个正式定义，任何试图改变而不是逃离某种令人不满状态的努力。对比一下退出，你辞职不需要说服任何人，不需要讲道理，走就行了。所以赫希曼在第41页写道，跟退出比起来，呼吁是昂贵的，而且取决于你能在这个组织里施加多少影响，具备多少议价力。这句话是全片的枢纽，请你先记住它的形状。你谈的有没有用，不取决于你谈的对不对，而取决于你有多少议价力。那议价力从哪来？这里要引入一个很多人会讲错的东西。有一批以离婚为威胁点的早期模型认为，婚姻里的谈判之所以能进行，是因为背后站着离婚，谈不拢就散伙。所以离婚条件决定了谁在家里说了算。代表作是曼瑟与布朗1980年，迈克尔罗伊与霍尼1981年的2篇。但1993年，2位经济学家伦德伯格和波拉克在《政治经济学》杂志上提出了一个不一样的看法。他们说，日常的夫妻谈判里，
起作用的往往不是离婚这个威胁，因为离婚这个威胁太大了，大到不可信。用今天的话讲，你不会因为谁洗碗而威胁离婚，真说出口，对方也不信。那真正的威胁点是什么？他们的答案是，婚内的非合作状态，就是各退回各自的角色，各管各的，不再为这个家做联合优化，谁也没走，但合作停了。他们把这个模型叫分离球体。现在回头看那1900块，这些女性做的事情不是拿离婚去威胁谁，用这个模型去看，他们等于把婚内的各过各的这个原本抽象的说不清的状态，变成了一个有价格、看得见、能被指认的东西。它就在那儿，一个月1900块，一间真实的房子。所以不要把这条片子理解成用离婚威胁老公，那是另一套模型，处理的是另一类情境。这条片子讲的不是它。有人会问，不，真的走，光是能走就有用吗？有一项研究可以回答。美国各州在不同年份先后通过了单方无过错离婚法，简单说就是一方想离，不需要另一方同意。因为各州通过的时间不一样，研究者把这当成了一个近似的自然实验。2006年，史蒂文森和沃尔夫斯把这件事写成了一篇论文，发在经济学季刊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上。结果是这样的，这篇论文报告的估计是，实施单方离婚法之后，女性自杀率下降了大约8%到16%，针对女性的严重家庭暴力下降了大约30%，女性被亲密伴侣杀害的比例下降了大约10%。这三个都是相对下降，不是百分点。请注意这里最关键的一点，我得把推理讲出来，因为这一步是我推的，不是论文直接给的。这项研究用的是各州的总体数据，它算的是自杀率、家暴率整体降了多少，它并不追踪某一个具体的人。但同期离婚率的上升幅度远远不足以解释这些改善，所以合理的推断是，多数改善发生在没有离婚的人身上，法律把离开这件事变得容易了一点，而改变发生在那些留下来的人身上。赫希曼在他那本书的第82到83页早就写下了这个机制，我把原话念一下：忠诚推迟了退出，但忠诚的存在本身是以退出的可能性为前提的，连最忠诚的成员也能退出，这件事往往正是他议价力的重要来源。当呼吁背后有退出的威胁撑腰时，它作为修复机制的有效性会显著增强。然后他加了半句，这半句是这一段的重点。不论这个威胁是被公开说出来的，还是仅仅被在场各方都心照不宣地理解为处境的一部分，不必说出口。照赫希曼这套讲法，那位女性不需要把话说出口，她只要真的搬进了宿舍，那个威胁就已经在房间里了。还要说一句，这一段的证据来自上世纪60到90年代的美国，它不是当代中国的证据，它证明的是这个机制存在，不是证明它在中国以同样的强度存在。讲到这里，这条片子最容易变成一句很爽的话：女人搬出去住就有议价力了。这句话不成立，至少有一整类反例。英国约克大学有一篇关于中国非共居婚姻的博士学位论文，250多页，里面有6位跟丈夫长期分居的陪读妈妈，她们都搬走了，有的搬到省城，有的搬到国外。她们的议价力怎么样了？一位46岁的妈妈陪儿子在国外读高中，全家开销靠丈夫一个人在北京挣，大约每年60万。她拿的是陪读身份，不能合法全职工作。她说，大于一个人在国外陪读，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是无法向外人倾诉的。她后来发现17岁的儿子还在吮手指，她的第一反应是强烈的自责，她觉得是自己造成的。一位44岁的妈妈为了陪读放弃了国内正在上升的事业。她说，很多个夜晚我一个人失眠，
我彻彻底底沦为了一个围着孩子和灶台转的家庭保姆。她说，丈夫在国内继续积累资源，而她哪怕想回职场，也早就被行业淘汰了。还有一位38岁的女性，丈夫常年驻外。她说，作为我的丈夫，你为什么从来不帮我？她的做法是，丈夫打电话过来，她让儿子去接，她要跟他保持零沟通。他们全都搬走了。论文呈现的这几位，没有一位因此获得了更多的议价力，恰恰相反，经济上更依附，职业上被中断，情感上被孤立。那么区别在哪里？区别只有一句话，这也是我今天想教给你的那个工具。你的离开对对方构成成本吗？租一间房搬出去的那位女性，她走的时候，家务走了，照料走了，情绪劳动走了。她的缺席是对方要承担的成本，所以周末他会来帮她安置家具。而陪读妈妈搬走的时候，家务照做，孩子照带，只是换了个城市做。与此同时，她还失去了收入、职业和社会关系。她的离开对丈夫不但不构成成本，反而降低了成本。同样是搬离，方向完全相反。能构成成本的才叫退出选项，不构成成本的那只是搬家。现在讲一组会让这个框架不那么漂亮的证据。2003年，比特曼和几位学者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，标题就是一个问句：什么时候性别压过金钱？他们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数据发现，女性的家务时间确实会随着她收入占比的上升而下降，但只降到夫妻收入相当那一点为止。在澳大利亚的样本里，一旦女方收入超过一半，她的家务时间反而开始回升。钱买不动了。作者的解释是，性别规范在这一点上压过了收入。这里我要讲准3件事，因为这篇论文有几个容易被混起来的结论。第一，在美国那个样本里，那个著名的非线性效应其实出现在男性身上，极度依赖妻子收入的男性反而做更少的家务。一种被提出来的解释是，他们在用回避家务补偿经济上依附带来的性别越轨感，女性方程里的非线性并不显著。第二，但这个男性效应本身并不稳健，作者自己说，踢掉少数极端样本，它就会消失，所以它是一条线索，不是一个结论。第三，女性收入过半之后，家务回升的那条 U 型曲线是在澳大利亚样本里确认的。而且要说清楚，这2个样本，一个是澳大利亚1992年，一个是美国1987到88年，它们不是当代中国的证据。那中国是什么情况？我看到的几项中国研究，于佳2014年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，刘爱玉等2015年用第3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，简敏仪与贺光业2018年，孙晓东2018年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，大致的结论是，在全国总体层面，没有复现那个收入过半就反弹的拐点。承认妻子的常规家务基本符合，线性的资源溢价预测，收入占比上升，家务下降，反转主要出现在农村样本里，而且拐点并不稳定在50%。所以正确的说法是，资源效应是有条件的，它取决于城乡，取决于哪一类家务，取决于性别观念，它不是一条全国统一的单调的规律。但也不能说中国没有资源效应。再加一条，英国社会学家邓肯等人基于一项全国代表性调查加50例深度访谈的研究，结论是，分开居住并不必然瓦解传统性别分工，反而常常伴随着它的再生产。多数人仍然把同居婚姻当作理想，把分居当成退而求其次，而且经济上脆弱的群体很难通过分居获得赋权。这一条跟另一派研究的结论正好相反。那一派代表人物是厄普顿、戴维斯，认为分开居住让女性得以规避家务，摆脱男性权威，同时保住亲密关系。同一个现象，两派读出了2个方向，两边都要放在这儿。
现在说中国这边的制度背景，2021年1月1日，离婚冷静期开始实行。下面这些数字全部来自民政部官网的统计公报，我念一下。2019年，民政部门登记离婚404.7万对，2020年373.6万对，2021年214.1万对，一年掉了42.7%。然后是回升，2022年210万对，2023年259.37万对，2024年262.2万对，2025年274.3万对。需求没有消失，它只是被推迟或者改到了。这里要提醒一句，民政部门登记离婚和依法办理离婚手续是两个数，后者还包括法院判决和调解离婚。两个数不能相加，也不能混用。我念的全部是登记离婚。那么，冷静期在做什么？有意思的是，赫希曼在1970年就写过这件事，第79到80页。针对退出的特定制度性障碍，常常可以用这样的理由来正当化。他们能在那些正在恶化但仍可挽回的组织里激发出呼吁，而这些组织如果任由自由退出，就会被过早的摧毁。这似乎是把离婚程序复杂化，以及让人为此耗费时间、金钱和精神的最站得住脚的理由，尽管这往往并不是他被设计出来时的直接意图。把离婚变难是为了逼出谈判，这个逻辑赫希曼50多年前就写下来了。但是这本书里还有另外一半，而这一半通常被忽略。第43页，退出选项的存在反而会让呼吁这门技艺萎缩，这是本书的一个中心论点。第83页，他自己把两半并在一起，然后给出了条件。退出会降低人们发展和使用呼吁机制的意愿，但会提高他们把呼吁用出效果的能力。应当存在退出的可能，但退出不应太容易，也不应太诱人。所以赫希曼的完整命题是一个区间，不是一个方向。退出太容易，人们就懒得谈，直接走了；退出太难，谈就没有分量，因为背后什么都没有。那1900块恰好落在这个区间里，买得起，所以这个威胁是可信的，但它不够买断一整段关系，所以人不会一走了之。这不是巧合，这个价格本身就是那个区间，而制度做的事情是在移动这个区间的边界。我不打算在这里评价冷静期的对错，我想说的只是他在给退出定价，而定价会改变留下来的人怎么谈。还有一处值得一提，因为它是同一个动作的另一个方向。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有一个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规定，第1条第2款写得很硬，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，不以提起离婚等民事诉讼为条件。也就是说，立法者自己做了一次拆分，把人身安全的即刻保护从婚姻关系的解除里拆了出来，让前者不必等后者。这跟这条片子讲的把退出拆细是同一种思路，但同一部规定的第9条加了一个反向的限制。在离婚等案件中，当事人仅仅以法院曾经做出过保护令为理由，主张存在家庭暴力事实的，法院仍然要综合认定。拆出来的那一部分不会自动累积回主案，这个拆分是单向的。最后我想讲一个可能是全片最奇怪的部分。我在准备这条片子的时候，想找一个数字，中国有多少已婚女性在单独租房，或者说有多少对夫妻在分开住。我找不到，而且找下去会发现，这不是找得不够仔细，是我在公开发布的统计里没有找到这个数。至少在你60岁以前，我没找到。我说的准确一点，分3层。第1层，人口普查。普查是按现住地登记的，每个人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。国家统计局的官方答复里说得很清楚，分居两地的夫妻各自在自己的常住地登记，户口在本户，人不在的，不计入这个家庭户的规模。也就是说，一对分住2处的夫妻在普查里就是2个户。
不管是不是有意这么设计的，效果是这样：普查统计家庭的单位是住在一起的人，不是有婚姻关系的人。所以已婚但分开住这个状态，在普查的产出结构里没有它的位置。这里我要小心一点，不能把话说过头。普查确实记录了每个人的婚姻状况和他跟户主的关系，所以原则上，一个人有配偶，但配偶不在这个户里，是能被识别出来的。真正缺的不是数据，是指标。至少在常规发布的指标里没有它，没有哪一张表把它汇总成一个数字，年复一年的跟踪。它不是数不出来，而是没有被当成一个值得定期数出来给人看的东西。第二层，被问到的那批人，有一个问题是被问的：国家统计局每年做的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，它的调查表里有一个居住状况的题目，选项包括与配偶同住、独居等等。跟婚姻状况放在一起，理论上就能算出已婚但不跟配偶住的比例。但这个题目只问60周岁及以上的人。不止这一处，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同样调查了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居住状况。面向老年人的专项抽样调查也发布过居住安排的数据。也就是说，不是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，而是问的时候对象永远是同一批人。我把这句话说得再直白一点，在国家统计局的常规人口调查里，专门问你有没有跟配偶住在一起的时候，是你60岁以后。而这批题目通常挂在养老照料的主题下面，在此之前，这个问题不被提出。第3层，法院。婚姻登记统计记的是2个瞬间，结婚、离婚，中间那一大段连续的过程，它不记。而判决书这一侧是关着的。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有一个规定，第4条明确列出了不在互联网公布的裁判文书，其中第4项就是离婚诉讼以及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、监护的案件。也就是说，离婚判决书本来就不上网。这条规定此后如果有过调整，我另说，至少它确立了这个基调。这3层合起来是什么？一种在你60岁之前没有被任何一张统计表当作对象的生活安排，既进不了统计年鉴，也很难进政策议程。它不是被忽视了，至少在我能查到的范围里，它没有被当成一件需要定期知道的事。我们能看见的只有离婚率的涨落，而离婚率是这里面最迟钝的那个指标，它只在事情已经结束的时候才动一下。至于分开住这件事的中间过程，没有数据，所以你不会在这条片子里听到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这样做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。而这件事本身就是这条片子想讲的一部分。最后把工具交给你，它不只关于婚姻，任何一段长期关系，职场、合伙、租房、家庭，都可以用这2个问题去量。第一个问题，我离开一会儿要花多少钱？不是离婚多少钱，不是辞职多少钱，是部分离开多少钱，1个月1900，还是1分钱都拿不出来。这个数字就是你谈判时的分量。第二个问题，我的离开对它构成成本吗？如果答案是不构成，那你搬得再远也没有用。陪读妈妈跨了半个地球，议价力还是往下掉的。这2个问题都很具体，都能算。我不劝任何人离婚，也不劝任何人忍。这条片子不提供一个人生方案，它只提供一把尺子。至于你量出来的那个数是多少，那是你自己的事。